随着 DK 击败 KC 拿下 EWC 的冠军，2016年的前半段赛事结果也已经尘埃落定了，似乎 LCK 统治的时代依旧没有改变。可如果我们去探究更具体的游戏内容，今年的世界赛爆冷简直就像家常便饭。就拿 DK 来讲，在 LCK 的表现突出一个雷声大雨点小，在小组赛一度还输给了 AL 一小局，可许哥和 Smash 愣是带着小组赛表现糟糕的 C5 一路杀进决赛，先斩 BLG 再赢歼几。在队伍缺钱之际，许秀带领队伍走完了美金之路。那以下课上的不只是许哥 ，KC 这个在 MSI 上宛如路边的队伍，在 EWC 上不但碾压了小组赛发挥出色的 AL， 还在淘汰赛超级大翻盘，绝杀了外战很少手软的 T1。而这是 T1 却又在上一个 BO3 里击败了刚拿完 MSI 的 HLE。在过去，以下课上更多的存在于 BO1， 弱队在 BO5 甚至 BO3 大概率还是弱杯，尤其欧美外卡想在长盘局里击败中韩真的很渺茫。可从今年开始中韩队伍在 BO5 的优势似乎失效了。我就不说 Topo 这种经典例子，我们看赛区内部LEC、LCS 都出现了常规赛无敌但季后赛直接一轮游的情况，即便配置在 LPL 断档的 BLG 也在第二赛段的季后赛被突然觉醒的 WE 掀翻。而 LCK 没有出现很夸张的爆冷，很大程度是因为第二赛段末尾他们并不争冠军，实际上打的 BO5 场数并不多，像 HLE 就只打了一个 BO5 就进了 MSI， 而 T1 能赢歼几其实也算中以下课上。实际上追溯第一赛段的话， BFX 就是以下课上的那匹黑马，这并非配置问题或者队伍风格相克，因为即便 HLE 这种坐拥卡纳比、宙斯这样虐菜圣手的强配置队伍，在打上路明显有缺口的 Lion 时，他也会一度的在 BO5 中被逼到绝境。这场他们的表现也是决赛上被更多唱衰的缘由。可3-0 Lion 的标局，决赛上却又被韩华完成了复仇，也创造了第一支被败者组逆袭的历史。所以过去大伙习惯判定的 BO5 比分公式硬靠实力的情况，在今年其实是失效的。过去如果强队 A 能和强队 B 在3-2打满的情况下 ，B 去打被 A 3-0狂虐的弱队 C， 那大概率 B 是能3-1甚至3-0横扫 C 的。但今年 B 甚至可能会被 C 3-0。可如今连外战一直稳如老狗的 T1 都连续出现了被欧洲队翻盘的情况，那个总能稳吃下游的 T1 都开始翻车时，肯定有什么异常的东西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今天我版本学家袁某人就会通过当下的版本情况和大伙深入探究一下这个情况到底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我说今年的版本是最好的版本，却又是最差的版本。我知道聊版本大伙最想清楚的还是为什么 AP 法师下路突然横行，又有怎样的影响。但别急，在讲解为什么前，我们还是得知道版本答案它本质是什么。在过去，职业队伍追求的版本答案，本质追求其实是最完美的运营流程。比如 S11的双峡谷先锋版本，利用先锋获得医学塔的经济优势，养肥某个大哥，再用大哥的经济优势把所有资源控下来。峡谷小龙龙魂，男爵远古龙，可以说整个游戏的画面是趋于相似的。你英雄即便有调整，但你的定位和功能区别不大。运营流程固定也意味着版本最优解它出现了，而在这个最优解之上，选手博弈的部分，比如像 Barrier 的什么蹭中6级，比如上路南墙的开发，这些无论是思路还是英雄池的扩展，本质都是在 OP 角色已经固化的版本下做特殊变量，但不会改变版本的底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追求和理解版本，因为实践和版本理论它存在差距。但今年有了一个很大的异常点，那就是版本的最优解其实一直没有出现，不是说最优解，甚至连相对优解都没有出现。因为如今的地图资源太弱了，对于优势方来说没有办法去一锤定音。我举个例子24年的潮宠版本，潮宠你拿了的一方优势就特别大。那一开始的版本BLG是特别厉害，因为那个时候3路全面内卷前期兑现，加上 S13 辅助射手本就在版本内，那个时期BLG下路它有1XO攻吃越塔，上路呢有兵哥的立棍单打，再配上左手的现优辐射，整个队伍是以碾压的姿态拿到的 S14 春季赛冠军。可来到 MSI 突然出现的换线打法，让上路对线失去了意义，这种就属于迭代理解，运营的最优解它变了。要知道，虽然是卓哥率先在赛场上使用的，但卓哥发现效果好，是因为路人排位已经有人在用了，属于累积到一定的量后质变的必然。可整个运营的底层逻辑发生改变，往回推它还是围绕着曹从来思考的，也就是说解法变了，但题干没变。
但今年呢？今年其实没有题干的，虽然潮虫也有，小龙也有，但经过无数的削弱后，其实没有资源值得大投入。像去年因为有厄塔汉的加入，游戏的节奏变得非常紧凑，资源虽然单拎出来去年都不算重要，你说厄塔汉掉了真多不能接受也不至于，但从头到尾资源一个不拿也是慢性死亡，不是一锤定音，但起码能够多个小锤定音。所以去年很讲究队伍对于资源团的理解，无论是团前处理还是 BP 怎么围绕着资源团去设计，放弃资源团去养肥大哥，在去年版本是没有性价比，因为没有神话装的数值征服，没有现在的任务系统，单个大哥能做到的影响力是低的。同理，队伍哪怕有瘸腿，但阵容如果整体性足够，那么个人的副作用也得到了稀释。例子大伙可以看看决赛第5把 BDD 的小火龙和多兰的青钢影 ，KT 与 T1 也是在决赛前都保持住了医学胜率100%的成绩，可见去年的版本一点小优势很容易在团队的作用下滚成很大的雪球。所以去年主打团队协作的 AL 表现也非常出色，这些例子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职业赛场的题干往往会由中立资源来塑造。可今年不一样啊，今年很长时间我们看不到题干，因为今年版本的资源太弱了。绝大部分版本其实游戏节奏看小龙就行了，毕竟龙魂确实是实打实的增益。那我有了现优，控龙也没有什么不对。但今年因为整个地图的额外经济变多了，塔皮也不随着时间增加而消失，此时龙魂给予的数值增幅它不明显了。队伍艰难困苦的控到龙魂以后被翻盘，甚至我正面输团的例子那都数不胜数。龙魂没法一锤定音，而男爵也一样。过去男爵是300块的人均收入，现在被暴砍了一半，只有150。就以前啊，我可能杀3个人，然后我吃男爵，团队角度实际的经济收入就有2400块，我补给出来再拆一轮塔，这个整体经济差一波4、5千那很正常。但现在同样的情况，首先第一轮收益就只有1650了，分到个体上也就300多。而因为这个版本它有晶体推塔，假如对手没有死的人，在我们拿男爵时候去摸塔，一下子2层塔皮凿下来，直接人家就有240的个体收入，再算上把塔摸了，甚至多带一波线，我们不考虑2轮收益的情况下，丢男爵方虽然团队整体会亏，但某个点位反而是能咬住经济的。尤其是对位优势方，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个画面，就是2面小龙团 A 他运营阵容前期猛攻资源3、4条龙的时候，龙团他赢了一波，杀了3、4个人开男爵，结果吃完男爵出来，因为阵容没后期，这条小龙又得打，结果因为上一波团的伏笔，又丢龙又死人，有了 buff 也很难推进，等于是赢了一波男爵节奏，反而把整局游戏的主动权给送丢了。所以我们看歼击啊 AL 这种过去物件团处理很好的队伍，这个版本有点运营不起来，就你都感觉怪怪的，因为这个版本的大哥靠纯粹的团队运营养不出来。再举个例子，打法偏团队的上路对线，我先输你个1000，然后我的优势是会抱团，我能够帮队友拿人头，打了2波团，此时对面他是独狼，我虽然对位经济上被拉开到2000，但团队是赚经济的，然后我又一波带队开了团，把男爵拿了。从游戏节奏上看，我是节奏拉满啊，可问题是我对位的上单，因为他优势，队伍一直保护他吃线推塔，所以哪怕我带队拿了男爵，立下天宫作用拉满，可获得的资源是不足以终结比赛的，反而会出现我这边后续输了一波团，我这个对位的坑会被拉开到完全弥补不了的情况。任务系统甚至还加剧了这种细微选择上的差距，哪怕2面 ADC 就是对着起中路线，但更团队的一方每次队伍抱团自己都想先落位的，在同样战果下就是会比更毒更贪线的 AD 发育要差，因为这就涉及了今年的另一个新机制，兵线 S16的第一波兵线上线就比过去更早，而在14分钟开始，兵线刷新的频率会从30秒变成25秒，并且炮车线从过去的15分钟后每3波线就有一波炮车线，变成了每2波线就有一波炮车线。虽然单个炮车的价格在降，但你总量毕竟是在增加的，所以我让 AI 简单算了一下总账，今年的版本比过去版本只论兵线，在30分钟内每条兵线会比过去多额外的1650块，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因为这是额外多出来的钱，我都没有算 AD 位的任务额外给的哦。而兵线的经济大伙别忘了，一旦对位压制出现，你吃不到别人能吃，别人更肥而你更瘦，这个版本动不动就输5000经济的对位是真的很变态的。所以年初大伙都说兑现版本，但这个兑现不是局限于前期的兑现，而是从头对到尾。我们结合野区的资源价值，回看先锋赛到 MSI 再到 EWC， 我们会发现资源团依旧是游戏的主要进程，但资源本身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团战的结果。
果今年不是没有队伍尝试去做出一个运营模板，比如在第一赛段 LCK 夺冠的歼几，围绕着速龙加下路搭建了一套类似于去年那种从头运营到尾的模板，但这个运营模板超快的被破解了。本质还是前面说的那个问题，资源没有非拿不可的理由，我没有终结比赛的手段。而今年兵线在30分钟后，甚至是20分钟一波，再搭配上今年的家宴卫士，极大的提高了一波输团爆死的可能性。所以前期团队优势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发挥空间的 C 位它有优势，而后期 C 位有优势也没用，因为此时队伍它不能有人送，毕竟大伙发育都不错，再优势也没法1打5。总结一下现在的版本，整体的经济更多了，尤其是围绕着兵线获得的收益非常高，同时地图的资源性价比在下降，牺牲个人发育去拿团队资源不再是必要选项。当然这个东西依旧不绝对，围绕着团队也有赢法，可正是因为游戏的变量太多了，弱队打强队，容错高了，运营的差距其实就慢慢在被抹平。过去很多弱队啊，他游戏输一波团他就赢不了，会被从头滚雪球滚到尾。现在呢，我输个2000经济，然后龙亏了2条，但只要打好一波团，其实游戏节奏还是能回来的，因为地图上的钱啊在帮你存着，你只要赢一波团，把线一推，金话塔一拿，那么经济上回血会回的特别多。在 S16 防御塔、男爵还有小龙这些地图资源在血量上都被增加了，但装备数值它是没有任何调整的。也就是说，今年团队完成地图目标的时间成本理论上就是比去年高，那你处理团队资源的时间更长了，留给自己处理兵线的时间也就越少。但单点对位领先足够，难道就一定能终结比赛吗？我们会发现也不一定，因为拖后腿的点它变少了。举个例子，打野位，实际上在90%的版本里，野区它都是一个前中期角色，而新增了的任务系统，你完成奖励也仅仅就是每组野怪额外的给10点经验和金币。但打野它可以通过反野拿到超越时间线的优势，而因为惩戒和打野弹挂钩，前期野怪也更肉，所以打野们在这个版本整体偏刷。一旦整体节奏偏刷，打野等级就会高，队伍就不会有明显的破绽，它不会像过去那样团战里野辅因为等级低而完全没有作用，所以野核也能上场。但你说这些野核特别 C 也是看发挥看 ID，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版本现状，就是当下赛场没有哪个点值得全部投入，也没有特别 OP 的英雄， OP 的往往是选手，就下路 AP 的增多，说真的单点效果特别好，其实也就那样。从版本调整的角度，确实因为任务系统调整，硬辅能够有更多的上场空间，游走辅助开始增多，但和第一赛段大核 AD 比重慢慢下降一样，不是真的说它符合版本节奏契合而出现。 AP 下路同样也是生态迭代的产物，事实上 MSI 到 EWC 青钢影、巴德派克这些优先级上调 AP 下路探头，本质不过是下路卷到头后的一种自然产物。合适出场的 AD 可选太少了嘛，那自然我要有更多的 AP 尝试。 AP 下路最大的价值除了单挂外，关键其实是不那么绑定辅助，本质还是版本迭代的锦上添花，但它不是那种契合底层逻辑的版本答案。所以当下所有队伍在终结比赛这块都存在问题，不是 AL 这种重物件团布置、重野辅节奏、线上缺乏单点突破能力的队伍存在终结比赛的障碍，而是连 BLG 都会存在终结比赛难的问题。今年有很多场 BLG 啊，左手一人狂杀10多个头，但表面上看着左手确实很 C， 但其实它是一种投射，就是这局居然会等到有这么多的人头给左手来收，就有些局左手杀了10多个居然还输了，这在职业赛场是非常奇怪的。本质就是赢一波团不足以奠定胜局，后续依旧得慢慢打，不能失误。而只要团战还有说法，那就有说法呀。在过去你丢了中一塔，整个游戏都会进入到玩不了的情况，但现在呢，拿了中一塔真的优势特别大吗？其实也还好，不如 AD 在网红打卡点白给一次，甚至很多队伍靠着阵容拆完3座外塔所积累的优势，你都不如队伍里 C 位他犯病一次，所以终结比赛困难的情况所有队伍都出现了。这是为什么今年大伙看起来感觉全是陀螺，因为一旦我知道你擅长的阵容是什么，我在 BP 上和具体的游戏内容上开始格外注意后，还有机会打。大家要明白，从头到尾运营一点失误没有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哪怕强队玩自己的招牌阵容，在对手有防备和有针对的情况下，也会有人失误。英雄联盟毕竟是5个人的游戏啊，游戏终结的那波大节奏它一直不出现的话，变量就会非常多，你就得靠选手的临场肌肉来解决问题。所以你看京东今年游戏前中期打得好好的，往往后期犯一次病输一波团，后面就玩不了了，因为版本就是这样，只赢前期回合不够。而 HLE 为什么一开始在 MSI 上那么强势，
势，因为他们最擅长的打法就是前期快速打穿，而到了 MSI 中期，他们最擅长的习惯被研究后，威力就大大下降了。如果不是 HLE 临时调整的很好，拿出了 Plan B 的赢法，那么结局是犹未可知的。所以这其实是最好的时代，因为理论上每个打法你只要做到极致，你都有可能赢。像 WE 就是无限倾斜给 Monkey， 在这个基础上，我的 BP， 我的游戏逻辑，整个动线就很清晰，只要执行不出问题，对手被我压迫失误，哪怕是标剧，我也能赢给你看。但这同样又是最差的版本，因为教练的临场 BP 啊，哪怕你的选手实力比对面强，教练犯病，准备方向出问题，那么爆冷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围绕着中路去打节奏，它是对的；围绕下路打线优转速龙也是对的，而上路拉开打单打，它其实也对。现在 AP 下路不过是围绕着第三种方式的探索，后续可能上路 ADC 更多，下路 AP 更多，打野在野区玩法师，中路玩坦克，那也说不定。这个版本所有的打法理论上我认为都有的玩，在野区资源相对不重要，无法转化为全队经济优势的大背景下，过去的版本红利我认为已经不再存在了，就是没有那种我就靠一套打法贴合版本就成为夺冠有力竞争者的这种红利。因为整体的环境我找不到必须要投入的资源点，今年 T1 就不止一次的放龙魂往后拖远古龙，并且成功翻盘，所以资源真的不那么重要，自己的节奏失误减少反而更关键。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多通吃版本的 OP 英雄。举个例子，蛇女这个英雄因为明火这个新天赋而开始登场，但这个英雄本身特别契合什么版本节奏吗？没有啊，它存在它的弱点和它的强点，玩得好不好，能不能摇摆，也更取决于选手，而不是说什么人玩它都 OP。所以我说26年的版本基调已经变了，不要再想去怎么围绕着题干去找那个版本最优解了。我的看法是，任何固定的运营节奏，在如今的生态下都会很快的有破解办法，因为现在地图资源的性价比投入太低后，你纯靠运营就是没有办法运营死对手了。过去队伍只需要在某几分钟的特定回合里把运营做好做完美，后续按部就班就可以等赢了。但现在的环境没有这个回合了，每个回合都很重要，也都不那么重要，这也导致没有围绕着特定回合的 OP 角色它值得抢。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现在的版本需要的是队伍配套多种的运营板子和游戏风格。你可以有最厉害的王牌打法，但同样要有次一点的中等码赢法。这次 EWC 夺冠的 DK 其实从失误率、运营能力、个人能力上都不是特别出彩，但他们其实队伍能打的阵容体系非常丰富，他们既可以拿 AP 下路，还能在第一把选出卡莎配上单小炮，也能到第三把后我上路大肉，然后我配轮子妈开刷。就过去啊，我们其实更强调登峰造极，但现在我觉得反而开始自己绝活英雄池，比队伍多点开花能力了。因为现在的全局 BP 真的很容易被对手用中等码体系去和你的上等码体系兑换掉。像 BLG 打 HLE 的二番战， HLE 就是放弃自己的上等码，用 BLG 更难应付的自己的中等码打法去和 BLG 周旋，确实也很有效啊。这也是未来英雄联盟的主旋律，无限摇摆，各种怪 BP， ADC 上路 AP 下路，本质都是对这种生态理解的补充。或许英雄联盟就该这么玩，没有了设计师用中立资源强行限制后，撸啊撸或许真的会回归到最原始的样子。所以版本现在本质就在2个字里，克制。不是版本 OP 强，我围绕着它做后续的迭代，而是围绕着对手的舒适区去进行迭代。越会克制对手的队伍，它的表现就会越强。而想要克制对手，你的手里的牌就得够多。所以在越强的对抗里，不再是谁的长板最长，谁的短板最短，而是比谁家的长板更多，谁家的短板越少。前者是比精度，后者更看广度。这就是我对于版本目前的理解，没有一个突出价值，没有固定的运营模板，不再是我打好我自己等别人来解题了，而是不同的对手你都得尊重，都得想办法去针对和克制对手的长板，否则陀螺是谁都有可能成为的。那我是元某人，本期就是我对于版本的最新解读啦。本期的内容就这么多，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一下3连支持一下我。那我是元某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